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汪兔环游记，我是 Tracy。大家好，我是老刘。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多多点赞和关注，我们将继续努力为大家介绍更多好吃好玩的地方。之前我们在冰酒节期间一天探访了6家酒庄，今天我们要再去一家酒庄，跟冰酒相关的事情绝对离不开他们家，那就是现在全球最大的冰酒生产商 Piliteri。 从传奇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到美丽的尼亚加拉，这里的每一瓶酒都展现着意大利家族的传承。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参观一下这家酒庄吧。Piliteri 是全球最大的冰酒生产商，冰酒占它产量的1半以上，出口到全世界的20多个国家。酒庄呢，还是加拿大奥运代表队官方的葡萄酒合作伙伴。它的 Team Canada 葡萄酒系列卖出的每一瓶酒都会捐给1加 B 来支持加拿大的运动员。2020年开业的 Barrelhead 餐厅提供了木烤披萨和冰酒鸡尾酒，也成为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录对吧？哦，没问题。哇，你中文怎么这么好？没有。你在中国生活过吗？20多年前。哦。对，20多年前，待了4年左右。我们提前约了一个中文的参观，所以这个小哥带我们逛一圈。欢迎来到我们的酒庄，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酒庄，然后我会带大家去品尝一下我们的酒。先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酒庄的历史。我们的酒庄的名字叫 Piliteri， 是一个加州企业。我们酒庄的创始人1948年从意大利西西里岛移民到加拿大来开的一个酒庄。从创业到现在，我们得了1000多个奖项，大部分的奖项都是冰酒来的奖项，所以我们酒庄的冰酒非常好喝。还有我们酒庄的产量占全世界冰酒总产量的20%，也就是说我们酒庄是全世界最大的冰酒的酒庄。还有我们是加拿大奥运会的赞助商。哇哦！这个 OK。好这是我们70年代的时候，小的建筑物后面全部都是树。如果看这儿的话，这是我们90年代的时候。全部都是葡萄园了，还有这个比较大，因为这是 zoom out 的 photo， 那是 zoom in 的 photo， 所以相差蛮大。现在的话比这个大一点点，每年更在一点。还有如果看这儿的话去世的英国女王她每次来加拿大的时候，在那个 On the Lake 的小镇住一天，她就在这的时候有时候喝我们的酒。怎么开始的呢？以前英国有一个公关叫 Canada House。开了一个宴会，那么我们的酒送给了这个宴会，有女王来了，她喝得非常满足我们以后拿到的感谢信 High Commissioner。那我现在带你们去我们的葡萄园看一下，有点冷，没事吗？没事，跟我一起来。谢谢。有一点滑，你不冷吗？我不冷，在这边住了很久，所以不冷。在这生活了多久了？20多年。20多年了。对，哇！我来这边之前在中国留学过。在哪？你在哪？在北京跟上海。北京，我在五道口那边生活。我在北京的时候是去初中。北四中4中难怪你。你在4中啊？对，你很小。那你为什么会在五道口呢？因为那时候很多韩国人在五道口，五道口全是韩国人。现在好像我说是望京很多韩国人。望京，对。世界杯的时候就五道口全。对。还有葡萄梅摘对，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客户进来试一下嘛，所以我们留了一排。可以拍一下。这边是40年的葡萄树。40年。对。下面是加拿大的葡萄树，上面是欧洲的葡萄树，我们嫁接起来一起养的。这样的话冬天活得比较好。还有这些是12年的葡萄树，我们专门留了一排，因为我们还有客户进来嘛。现在冬天在那家都是不满的，但是还是有人来，所以我们留了一排。哇，今年是S1的好年份吗？很好，因为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白色葡萄，但是现在颜色非常不是白色的对，颜色非常
暗，对吧？对。所以非常非常darker。OK。所以这个意思是非常非常浓。浓的葡萄我们做冰酒非常非常好喝。所以你们再等2年3年左右，这是鼻雕，对。这是鼻雕葡萄，鼻雕葡萄的话，冬天活得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们想试一下的话，可以试一个。等一下，我先给你一个。你先拿一下。是已经动了吗？好像现在没有动。今天不是很冷。可以尝一下吗？你也可以吃一个。哇，谢谢。这边很大的。哎，我吃这个也可以，都可以，肯定很甜。很甜。很甜哇。很甜哦，很甜一般我们这样喂起来的意思是我们会做冰酒确实，因为怕鸟对，怕鸟，对，我们专门是怕鸟，因为上周我们鸟吃了20吨葡萄，真的不是？对，它怎么吃啊？他们就是他们几千个鸟走来走去，他们偷。不是，但它这个就站在这上，然后就啄，就可以啄到。上周他们拿了20吨，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网，岂不是就要吃光了？对。那人摘呢？这个是从手然后伸进去摘。我们拿出来摘，把这网摘开。上面这边打开的话，已经可以拿。冰酒也是比较初级的冰酒会用机器摘，高档的冰酒都是手摘。对，这样子。OK。还有你们已经知道吧？那个我们秋天的时候，8月份到10月份，我们做红酒或者是白葡萄酒。还有冰酒的话，我们等到12月份、1月份零下8度的时候，没有太阳的时候才摘。所以我想问，只有冰酒才会用网的网住吗？对，因为已经都拆网了。红酒、白酒都不会用这个。秋天的时候鸟不攻击葡萄，因为鸟确实不怎么喜欢葡萄，因为有涩涩的味，所以它们不怎么喜欢。但是问题是，它们冬天的话没有吃的了，所以开出来攻击。那我们先带你们去酒庄。好，谢谢。还有葡萄。小心一点。没事。还有我们夏天做酒的话，我们秋天做酒的话，1粒葡萄我们可以做10滴红酒最多。OK。我们做冰酒的话，1粒葡萄只能做1滴冰酒，1/10的成分。对，因为水分都是走了，只有糖分，还有到冻的糖分，我们压出来也是只有1滴。1颗葡萄只有1滴。哇，快把它冻坏了。今天也不是很冷，挺冷的。刚好我忘了钥匙，在这边等我一下，1分钟。好 ，OK。带钥匙来。我们创始人是90多岁，他还住在这儿的，还住在这儿。哇，90多岁啊！对，很健康。我们是哪一年？194。他是1948年从意大利西西里岛移民到加拿大来的。我们的酒厂是哪一年？好像是他们专门酒的是差不多80年代。因为我听说的是，他们第一次来这边先做了水果店。因为在Niagara on the Lake 地区，1900年开始，美国、加拿大水果非常出名。所以1个酒庄、2个酒庄这样加起来，现在有差不多200个酒庄。对。那80几年也40年了。对。还有他那时候是他们先做水果店，一半卖水果，一半卖酒。有1个人喜欢他们的酒，2个人喜欢这样养他们的酒。就开始是家庭作坊式的。以后他们决定了，很多人喜欢我的酒，那我们做那个酒庄吧，也改成酒庄了。哇，很漂亮。好大。门口很漂亮。走。谢谢。哇，好看。看我们那酵母的味道。你们已经可以马上闻到酒的味道。马上可以闻到酒。对，现在正在发酵，你看。对。哇，这个大葡萄。所以今年的冰酒还不能喝，现在。不能，还刚今年是。所以那个 Ice Wine Festival 的酒也不是今年的酒。不是今年。I see。谢谢。OK。
这边我们每年做200万升酒。 200万我们专门做白葡萄酒跟红葡萄酒的车间，我们后面还有一个车间专门做冰酒的。对，进不去，进不去秘密。但是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不是秘密，不重要。都给你录进去了。因为我们做一般的葡萄酒的话用很多机器，我们做冰酒的时候用很多手，所以有差别。所以我们的冰酒是手工摘高档的，对，高档的我们也有初级的，也有机器采的，对。还说机器采会剩下很多葡萄，然后会把葡萄弄得反正乱七八糟。一般的话，我们在后面我们葡萄园把葡萄采摘，又拿过来这边。以前在中间有一个银色的机器，进去那个银色的机器把葡萄的根叶子去掉。 以后进去后面那个红色的机器压葡萄籽，压出来的葡萄籽会进去后面那些高高的不锈钢桶里面发酵。哦，葡萄籽也放进去发酵。葡萄 juice， 葡萄汁juice。OK， 品质比较低的酒会进去这些矮的不锈钢桶里面存着，我们还有很多在那边。有品质比较高一档的酒会进去橡木桶里面存着，这样子。哦，所以也有橡木桶。对。品质比较低的就放在这个不锈钢桶。对。那不锈钢之后会挪到橡木桶吗？不会。有时候放在有时候先放在不锈钢桶里面，以后放在木桶，有可能我们有时候要先 stabilize。那时候，但是每个酒都不一样。OK。哇，好玩。这罐子里面现在都是酒吗？对，都有酒。现在都有酒。除了那个上面开的那个都有酒。所以他们有时候就是打开底下那个水龙头会尝，然后品酒师会尝一下。对。等到开罐的时候，发现半桶没了。现在喝不好喝。现在喝现在 stabilize 之前就酒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现在他们喝的话，他们懂，因为他们是酿酒师嘛。但是我们一般人不知道这是酒，怎么好不好喝，以后才能知道。一个桶得有10立方吗？差不多。都不一样的大小，所以各种。这个我觉得不止。对，我觉得不止。我带你们去酒窖看一下。谢谢。哇，酒窖肯定很好看。酒窖就巨好看。肯定是好看了。谢谢。Go ahead, no problem。你走你的，我很快追上你们。所以今年采的葡萄的冰酒，通常哪一年可以喝？明年可以喝吗？冰酒的话，我们至少等1年。至少等1年。所以明年。还有第二个说的是比较低档的酒，我们有时候卖得很快。但是冰酒的话，我们有时候等。所以至少得2026。对。如果看这儿的话，这些是都到现在我们做过的所有的冰酒。所有。都是各种各样的葡萄做出来的，都是得奖过的冰酒。还有中间在1988年的冰酒是我们第一次得奖的冰酒。哇，1988年。还有这个冰酒是用这个老式杯做出来的，我们老板手的凳子还放在这里。哇，这是压榨的吗？对。也就是把葡萄这边放满，放个盖子，有这样摇葡萄汁出来。如果一般的葡萄的话不是很难，但是如果冰冻的葡萄的话非常非常困难。对，你们现在也是用类似的这种压的方式，还是用现在机器也是跟这个差不多。就是那种木桶，然后是那个我知道，样子是一模一样。就是那个木桶是的，因为还有那个转的那种。对，但是现在是不是手工？我们做很少那个 small batch 的时候，有时候用手。但是一般都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机器，跟这个差不多的机器，这是不是手工？好的。那我们进去小酒窖。
是 the key part of this tour。哇，哦，感觉好好。里面有1500个橡木桶，都是法国来的橡木。好，照片的话在中间照最好看。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们照一个。不用，我就拍一下。如果来这儿的话，这是我们2023年采摘的葡萄，做了酒，用的葡萄是毛杜罗葡萄，还有这毛杜罗葡萄是这个葡萄园来的，这是桶的年份。桶的年份，对，桶的话我们可以用8到10年左右，以后这橡木的味都走了，用不了。一个桶里面有差不多能做300瓶红酒的酒在里面。一个桶是300瓶，225升。冰酒的话我们可以做600瓶，因为冰酒是375。这个。哎，那上面这种呢？像这个3/2，23是什么意思3/2是他们采摘了早一点。1/2，23年。2/123年的 CF or APP。因为我们什么时候采摘葡萄也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采摘早一点的话，很多是很多 juice。所以我们可以做更多的酒。这些一般都是红酒。现在31年跟33年，我们葡萄很合适做红酒，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红酒。还有都是比较最近做的酒，贵的酒都在其他车间。贵的酒不能参观。对，我也没看过。哇哦！然后等这一桶换成别的，然后再把这个擦了，重新写。对，一般我们 steam 洗。还要洗。如果用红酒来说的话，最初级的红酒我们放2年左右，以后中等的我们放3到5年，以后高档的20多年都有。能放20多年。就是自己在这里batch 20多年。还有，所以我们做我们这个用了2年，以后我们拿出来把酒烘掉，以后 steam 洗一洗，以后再放毛杜罗酒在里面。哇，可以去那边看一下吗？很大。哇，很多。哎，这里会组织那种 club 那种 private。这桌子是以前是全世界最长的一台桌子，现在是只有在加拿大最长的一台桌子。它这不是很特别，但是我听说的是他们第一次做的时候非常非常难做，因为很早以前做的嘛。现在的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老板下来跟他家人在这边吃饭。因为我们酒庄1年只休息1次，圣诞节的时候。25号。对。OK。还有我们酒庄是4代经营的酒庄，所以4代里面在酒庄工作的每个人，他们有每个人的名字在上面。所以他们。如果椅子看右手边有个小的三角形对着一个小圆圈，这个三角形的位置每个椅子都不一样，所以用这个三角形可以看出来这是谁的椅子，在这个桌子上能坐哪都是有规定的。果然是西西里岛的大哥。你看，就是有那味儿了。中间的这个椅子是我们创始人的椅子。所以他坐在最中间。中间比较大，还有很多三角形。这个意思是他想坐哪里就能坐哪里。哇哎，这个创意真好哎。这个很好。所以我们家的酒会有意大利风味吗？对，肯定会。我们的红酒，特别是红酒是意大利的风味，非常涩，有很多单宁。因为意大利也是用了很多涩的葡萄做酒。什么比较有名一点？什么比较涩的葡萄酒。因为Europe，特别是意大利那边，他们喝红酒的时候一般是吃饭一起喝的，所以比较涩的葡萄酒跟那些比较泥的东西一起吃的话会解泥。就跟韩国人喝烧酒，中国人喝白酒一样的那种风格。对，就是要。所以我们的葡萄酒的话，红葡萄酒的话比较涩，有很多单宁。哎，这个凳子真好玩。
好酷哦。OK， 我随时都可以走。你们就是没有紧迫在那个灯里。哦，没关系。有时候我们在这边品酒。看看你们品的是哪个？所以他们的 logo 也是。这个 logo 就是那个凳子。对对对，这是我们 exclamation 来的。哦。好玩。所以我们家的红葡萄酒就是会有色的。对啊，that's European。一般热天气长大的葡萄不是非常非常 smooth。哦，热天气长大。我们亚洲人确实很喜欢那些Napa Valley 或者 Chile、Australia， 他们是比较热天气长大的葡萄嘛，所以比较甜，对，它大宁也非常非常 smooth， 还没有涩的味道。对但是我们的红酒的话比较涩，有大宁，所以跟那些意大利 style 差不多。哇，这是属于员工福利，就是可以在好的环境。水，说小心一点。哦，好，谢谢。我听说是贵的酒都在这里面。可以了，要求不高。还有你们前面那些厂这些木头都是我们下面用过的橡木桶。哦，还可以闻到酒的味道，也有一点橡木的味道。一般的话，这附近的美食家他们买过去做美食品。我知道有的那个就是这个产区，谢谢。这个产区有酿其他的那种，比如说vodka 什么 whisky， 他们也会买橡木桶回去，就是拜指他们其他的那种高度酒。我们这边确实没有很多地方做 vodka， 好像 Wayne whisky， 还有一个 Casse， 对他们做一个，他们是有个 distiller， 然后去做葡萄酒的不是都会去做 brandy 那种 brandy 之类的。一般的话，你们说的是桶对吧？你们说的是桶的话，他们一般说的是 sherry oak。他们专门拿以前 sherry 酒在sherry 的木桶，然后去要点那个味儿。我们这的话，有时候有些公司帮了冰酒的木桶拿过去用 ice wine cask 做 whisky，好像是 Glenfiddich 他们做过 ice wine cask。哦，嗨。Sorry。哇，这是 tasting room。谢谢。Thank you。哦，是展示。哦，没事，你继续，好，我们先会品尝3款冰酒。这一款冰酒的话，用 BDL 葡萄做出来的冰酒。BDL 葡萄的话，我们后面产过的那个葡萄是 BDL 葡萄，走廊您看到的女王喝过的冰酒也是 BDL 做出来的。还有这是最甜的一款冰酒。多少糖度？糖度的话应该35 brix 以上。我们采摘的时候是35 brix 以上，现在的话35 brix 估计200多。现在应该少了一点，但是现在是有238 gram natural sugar。280的话就很高了。谢谢。这样来一下，要这样摇一下。要这样摇一下，或者是这样摇也可以，这样的话简单一点。要这样摇。对，都甩出去了。通常就是好像是糖分是不是越高它会挂对。这个是238。对。230。非常非常甜的一款冰酒。
用了非常好的葡萄。哦，先不要喝，这样闻一下。急的要喝。以后放在舌头的下面咬一下2-3次，或者是这样摘一下空气也可以。这一款冰酒的话，有很多蜂蜜、梨子、桃子的味道，都是葡萄本身带的味道，我们没有人工添加任何东西。哇，这个非常甜。一般的好的冰酒的话，要甜，也要有很多水果的味儿。所以有很多水果的味儿是好冰酒。所以冰酒会用橡木桶去。好的冰酒，这3款的话，橡木桶的冰酒。这是我们最出名的3款冰酒，得奖最多的。还有这些的话都是橡木桶的冰酒，还有这个是葡萄不好我们不做。哇，真的是很甜，很甜。确实我们这是得奖最多的冰酒，这是第1款。好，这也是你的了。因为外国人的话，他们特别喜欢非常非常甜的东西。对，我觉得对于亚洲人来说，就我们不怎么喜欢太甜的东西。对，我觉得是你们会喜欢第2款，用 Riesling 做的冰酒。Riesling 是吧？对，它有一点酸甜的那种。我们亚洲人比较喜欢不是很甜的东西。对，这个甜是根据葡萄不同的，就是 Riesling 就是 acidity， 还是说根据葡萄的品种决定是甜还是不甜，还是说根据你采摘的时候的温度？品种非常重要，因为 Bieder 的话，Bieder 葡萄本身是非常甜，Riesling 的话不是很甜。葡萄本身。对。Riesling 的话比较酸的味道但是我们的 Bieder 是特别特别甜，因为我们 Bieder 的话，你们在后面看过了我们葡萄树葡萄树你们看起来没有太多葡萄，因为我们多余的葡萄都剪掉。所以养分都供给了那特定的。我们只留这一点点，以后保证这个葡萄有过营养，还有甜度会高上去。那产量会很低。那在什么时候剪它？在它刚产量不是很大，长出来的话，长出来的时候剪掉，就是比如说是葡萄刚形成一点点，然后就把它剪掉。对，多味的都剪掉的，那会损失很多产量。对。所以冰酒的话确实不是很好做，因为我们的话，我们喜欢用很甜的葡萄，所以我们多味的葡萄都剪掉。还有冬天的话，小鸟来吃。对，小鸟会吃很多。还有一粒只能做1滴，所以非常非常不好做的。对，液体黄金。所以产量很低。他们说Gas Lecture，神酒好像是神的酒。They call it as a Gas Lecture。好。这一款冰酒的话，用 Riesling 冰酒做出来的Riesling 葡萄做出来的冰酒。Riesling 的话，刚刚你说的一样，比较酸，就不会太甜。对，葡萄本身也不是很甜。我们喝 Riesling 的白葡萄酒的话，也会有一些酸酸的那种感觉。对。还有 Riesling 冰酒的话，全世界第一个出来的冰酒是 Riesling 冰酒，在德国有一个酒庄，他们忘了采摘葡萄，以后在外面留了，以后他们觉得这太可惜扔掉了，做一些酒吧，有冰酒出来了。那么是我听过的意外，也是意外，是个 accident。我好像是全世界有3个最大的甜酒，一个是 Ice Wine。one noble wine, noble lot. I forgot the name in English. 贵妇酒，法国的贵妇酒，还有 port wine。port wine 的话不是很贵，一般都是比较便宜。对。ice wine 跟贵妇的话比较贵，还有贵妇也是我听说的是很贵。他们没想到做出来的。也不是加了糖。对，不是加了糖。不是都不加。贵妇酒的话，一般他们把葡萄种到河边，以后给他们生病，有糖生病，对上好像对，所以它是腐烂的腐，对，所以那个病得了，就葡萄里面的水分走了，像我们冬天那个冰酒水分走了，对吧？只有糖分做的水分，像我们台湾的东方美人一个，差不多。我听说是这样子。对，这个 Riesling 试一下，还有 Riesling 的话比较 complex。懂酒的人一般喜欢 Riesling 冰酒，
还有我们亚洲人很喜欢利兹林冰酒。对，因为 Riesling 的白葡萄酒也是那种酸酸的。闻着就很好喝，闻着就能闻出那种就是 酸酸的感 Riesling， 觉就是非常特别清新的那种。对，酸，苹果味儿。也有 Riesling 有一股 apple，对，对，对，这个要酸度要大很多。这一款的话有柠檬、橘子，柠檬，还有一点哈密瓜的味道。有些人说也有菠萝或者是梨的味道，这比较 complex wine。对，但是也有蜂蜜的味道。对对对，冰酒都有蜂蜜的味道。冰酒蜂蜜。Riesling 的 ice wine， 我个人就觉得真的比白酒好喝。但普遍，因为好像奶果产歪豆更多吧，所以价格上面好像普遍平均来说歪豆可能更便宜点。味道比较便宜，因为对利兹林的话比较难做。Riesling 难做。比调的话比较，很多人有这比调冰酒的原因是比调比较好做冰酒。因为这比调的话，我听说的是加利福尼亚有一个大学出来的一个品种，所以他们冷天气可以好像是个接受到。，它也是个混种，对对对是个嫁接，然后最后出来这么一个品种，然后说冬天冻了也就好了吧。但是利兹林跟 Cabernet Franc 的话比较自然但是现在确实没有自然的东西，但是因为他们都炸场了，对吧？对，看进化了。肯定是炸场了，但是低调的话最不自然的东西，我听说的是。所以很多酒庄都有低调冰酒，对因为比较好做。哪一个最难做？所以我们也是非常非常我们想用更甜的葡萄的原因是我们要分别跟别的酒庄，我们就是说我们用了非常非常甜的葡萄做的比调，所以我们的质量还要高一点，高因为有的是大概是200多这两个块，酒精度数是多少11度、11度，所以用都是差不多酒精度来也可以看到这是不是很糖甜的。对，还有最难做的冰酒是却是红色的。红色的葡萄，这是红色的葡萄做出来的冰酒。红色的葡萄的话，冬天真的天气一冷了就马上死掉。所以白色的葡不好做萄会白色的葡萄比较好，强劲一点，强壮一点。I see。有意思。所以 Cabernet Franc 是红色的。对啊 ，Cabernet 不是本身就是红的呀。Cabernet Franc 的话现在非常 trendy。他们说它是很多人知道 Cabernet Sauvignon，是你可以想这是 Cabernet Sauvignon 的亲戚，但是加拿大可以养得非常好的一个葡萄。我们有 Cabernet Franc， 我们有非常非常好的天气，所以别的国家一般用这 Cabernet Franc 做混合酒，对，我们加拿大的话可以只用这 Cabernet Franc 做酒，因为我们可以养得非常非常好。这个是最。对，所以这红色的冰酒的话，我们天气真的很好的时候只能做一次。所以这个红色的冰酒只能用 Cabernet Franc 做。其他我们也有 Cabernet Sauvignon。有 Cabernet Sauvignon。也有 Cabernet Sauvignon 做红冰酒啊。Cabernet Sauvignon。哇，哎，这真没见过哎。这个真没见过哎。厉害这个的话，2017年做的，所以现在有一点太甜了，但是好是好，我等下给你试一下。谢谢。少见哎，是吧 ？Cabernet Franc 可能多一些，大部分都是感觉没什么颜色的，浅一点的。Cabernet Franc 的话，现在非常 trendy， 因为很多人觉得天天喝 Cabernet Sauvignon， 不 fashion， 已经太普遍了。他们现在很多人看看有没有其他就会找一些小众的。所以现在 Cabernet Franc 我听说是非常 trendy。我们尝尝，可以拍一下。红葡萄酒和这个白葡萄酒做出来的冰酒味道不一样。这个就没那么不一样，没有那么苹果。没有那么大的味。这个冰酒的话，这个涩一些，红酒。哎呦，枣味儿，对我刚想说，草莓的味道。草莓，对，就是枣味儿特别明显。这个涩一点，
对，稍微有一点这个有很多酒精的味道。对，所以这个比较有酒精的味道，一般喜欢喝酒的人或者是喝红酒的人喜欢这一款，不怎么喜欢喝酒的人喜欢这一款，第一款。对，还有第一款觉得太甜了，喜欢第二款，这样子。还有懂酒的人喜欢第二款，因为比较 complex，对，他们觉得比较有意思。而这个枣味儿太这明显。个是不是还也会有一点 tannin 在里面啊？对，有一点点所以这个的话，红酒差不多，你可以闻到有点红酒的味道。对。我觉得这个枣味儿太重了，就是非常像那个红糖红枣水。确实挺好喝。带几个冰酒来给你们试一下。这个看一下。这是什么？这是不同的葡萄吗？皮纳诺瓦 Ice Wine， 皮纳诺瓦 Ice Wine。哇，他超喜欢皮纳诺。这个你们去别的地方应该看不到，对，我从来没有见过。皮纳诺瓦 Ice Wine。因为皮诺诺的话，确实不是在加拿大不是很好养的。它会扛到这么冷的天不死掉吗？不死掉。但是比较困难的，我听说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大棚一类的东西。大棚它就冻不上了。哦，对，大棚它冻不上了。我们也不是每次都有的，这是我们参加比赛做的冰酒。哇，2019年的 Sweet Run。哇，这个真的太少见了。比较清爽的冰酒。对，皮纳诺瓦就是这种感觉。一般的话，法国他们用皮诺诺瓦做比较贵一点的红酒。对，皮纳诺瓦是。他们叫贵州葡萄，好像是。哇，我们 Ontario， 我们 Niagara 产区也有很多皮纳诺，很好的。只有我们酒庄有差不多30种葡萄，我们有5个葡萄园。都在附近吗？还是都连在一起啊？所以如果你们看这儿的话。它是有 Niagara BQA Niagara on the Lake 都是 Niagara on the Lake 采摘的葡萄。我们基本上我们有木塞子的酒的话，都是 Niagara on the Lake。这是什么？这是 Cabernet Sauvignon。真有趣。Cabernet Sauvignon 很有趣。做的冰酒。Cabernet Sauvignon。这个的话比较 shrubby。Like a jammy and a little syrupy，估计就更像红酒。但是这个东西，还有看一下颜色，看出来是一个 ruby， 看看就是个琥珀色。就更像红酒了，它就越来越接近。这个更甜吗？会更甜比 Cabernet Franc 更甜，所以我觉得 Cabernet Franc 现在 balance 比较好。看挂杯这个的话。比较甜味比较重，闻起来更有那种巧克力咖啡的那种。对，这个有很多 berry， 还有很多little bit of vanilla ice cream at the end。这个更像红葡萄酒，但酒精味也更强一点。对，它像但是刚开的，所以味道比较重一点应该转一转，应该变好一点。所以喝冰葡萄酒也应该就是醒一下，就是让它跟空气接触一下嘛。一点点，不需要 decanting， 但是也需要。不像红酒那么。我反而觉得它有点woody的味道，就是不知道说。woody 也有，因为有很多 berries。对，就是各种各样的 berry 都有。就是刚一喝进去有点那种木头，不知道说不上。哇，很神奇。第一次喝，所以你最喜欢的喝哪个？我的话一般喜欢第二款 Riesling， 可能所有人都会喜欢。我感觉我血糖飙升，现在好玩。有意思。最有趣的是，这种竟然都拿来就没有见过说其他的葡萄用来酿。因为我听说是 Cabernet Franc 很难做，但是 Cabernet Sauvignon 的话更难做。还有 Pinot Noir 我也听说是不是很好做。有个这个才是枣味。这个枣味嘛，那个枣味浓。这个红枣味比较浓。
对，这个是枣味儿，就一口下去就是红枣味儿。如果问我的话 ，balance 的话比这个比较好，现在因为也有酸度，也有甜度，对这个的话比较偏甜。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是这个比较有balance。就这两个确实好喝，就确实是比较适中。对，可能我们皮纳诺瓦，谢谢。皮纳诺瓦可以做冰葡萄酒，这是第一次听说，第一次听说长知识了，怪不得全世界产量最大。第一次听说，连书上都没听说过。我们酒庄的话，冰酒的种类非常多。对，一般的酒庄的话，他们有2到3种。我们酒庄的话，现在也有8种，还有这冬天还会在1种2种确实有一个 Gewürztraminer Ice Wine will come out，还有一个 Cordina Ice Wine will come out。所以如果我们不是用这3种葡萄，用其他种葡萄酿冰酒的话，你们会做一些事情，让它在冬天不死掉吗？对，所以我们这是企业秘密但是这比较不好做。我听说的是 bitter 是最简单，但是 bitter 以外如果我们想做冰酒的话carrying 葡萄都不一样，所以非常非常要关注，也不是很简单的事。所以 the key is 不是让葡萄不死，但是又得让葡萄冻上，还不烂，还不出问题，还不被吃掉。我们可以做，应该是我们有2位葡萄王，我们创始人是葡萄王，还有我们创始人的女婿也是葡萄王，所以他们2个人都制定了葡萄王的资格，所以他们养葡萄非常非常好，所以他们可以 make sure 更多的葡萄可以做冰酒。但是不是每个酒庄都有他们自己的葡萄园？一般大酒庄，他们只有他们前面是他们自己的葡萄园，他们一般都是买酒，买葡萄做酒的。但是我们酒庄的话，我们自己养，所以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东西。好神奇啊！它更不像更不像冰酒，冰酒是吧？这比较清爽的冰酒。对，这个糖分会低一点，会低一点。这个的话有很多apricot。石榴，还有blood orange。我刚想说是什么味道呀？石榴的味道。主要这个跟这个的差别是，这个是我们每年的农作，如果有葡萄的话，这个的橡木桶的冰酒，这是不一样的系列。太神奇了，学习了，谢谢你。还有一个特殊点的我给你。哇！这是用 Corner 葡萄做出来的。什么 ？Corner， 我都没听说过这种葡萄。如果你们以后差不多半年或者1年以后回来的话，我们有 Cordina Ice Wine， 我今天刚喝了，他们给我了一点尝一下，非常好喝。也是酸甜吗？意大利的葡萄。然后就把它就是做了冰酒，弄到种在这里，然后种在这里，对。我们花了差不多8年。对，因为葡萄能开始做酒得好多年才能，大概到第4、5。不就是那个，因为我们葡萄的话，我们像意大利的葡萄，像这边种的话，我们一般要去 seed bank 买葡萄，但是这 Cordina food bank 没有，所以我们专门联系了一个 California 的大学，跟他们说我们想拿这个 Cordina 葡萄拿过来在加拿大种，因为他们在 California 好像是拿了 license， 以后如果有那个 license 的话，在加拿大申请 license 比较简单，所以我们用拿了那个 license， 还在加拿大再拿了一个 license， 以后在这边种。就是好像植物想要进口，非常的怕有入侵啊、病毒啊。对。所以我们花了好像8年左右做这个葡萄。我现在的话不是这个，是一个 Cordina 还没出。没关系，下次。这是什么？这个是 Corner 做出来的。Corner 也是一个加拿大的葡萄品种吗？是它这里的葡萄品种。哪里的品种？这个的话比较特别，因为有点巧克力的味道。巧克力的味道。还有比较 petrol， 所以不是很多人喜欢。有 petrol smell。汽油味。汽油和巧克力就是偏。就是那种 leather 的那种味道。但是这 petrol 的味道久了，我觉得是有很多水果味，所以我自己喜欢，但是不是很多人喜欢。2013年。对。这个
冰酒是需要 age 吗？都不一样。不一样我觉得是 Pinot Noir 的话，他们专门没有 age 在 barrel 他们没有橡木桶，因为这个冰酒的本身带的味道是比较清爽的味道。如果你放在橡木桶的话，变比较浓了。所以他们不希望这个，所以他们直接没放在橡木桶里面。所以他们都考虑很多东西。所以只有 Pinot Noir 没有在橡木桶，对，这些都是在橡木桶里。还有或者是我们也有其他例子，这边好像就是 Cabernet Sauvignon 跟 Cabernet Franc 混起来的冰酒。这个的话，这也是例子，但是用的葡萄没有比那个高档，就是这个意思。对。哦，行 ，interesting。还有尝尝这个 petrol。汽油和巧克力的味道。现在闻一下有汽油的味道，差不多5到10分钟，这 petrol 味道走了。好明显，真的有，对吧？好明显啊！但是这个 petrol 走了以后喝非常好喝。它其实那个 petrol 的味道可能是那种，就葡萄腐败了就发酵以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有，真的有那种葡萄烂了的那种。就是葡萄烂了，你就想一个水果，如果家里真的烂了，它就会有点那个，8碳、16碳的什么的。哦，好神奇。哦，哇，真神奇。叫 Kerner， 也是一种葡萄。对。其实喝起来也有，对，还挺好喝，喝起来不是很也有 petrol 的味道，对，没有很突兀。如果你们明年再来的话，有 Gabor Serena Riesling Ice Wine、Gabor Serena Ice Wine， 还有一个 Crodina Ice Wine。哦，好，哎，真的有巧克力和，真的有石油的味，petrol 的味道，就好像跟你喝过似的，喝过一桶油。还有股酱油的味道，就你闻是有一点那个 soy 比较 sauce， 清爽的，不是很甜。对，不是很甜。很多水果味，如果那个 petrol 走了，很多水果味。你等不到走了，你就炫了。这个后劲儿好足，那个尾味好足啊。petrol 的味道。哇哦。这都是白葡萄酒。你看这个就是，对，那个是我们 Inflammation Series 这还是那个 view， 带那个标的都是我们这酒庄葡萄不好不做的酒。哦，还有瓶子是意大利来的，还有那个标是在法国来的。哦，对，瓶子是意大利。感觉是那种特别精致的，对，那个老板是主要是走那种精致红好不做冰酒风，对，对自己的要求特别高。我们创始人要求非常高。对，老板应该是不好做的，不好做，他不是那种很大的商业化的。说白了就是没有那么着急赚钱。很多人来想买这个酒庄，没有买，不买。这个 Pili Terry 的 Tour and Tasting 酒庄参观与品鉴活动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十分感谢这位小哥详实又专业的讲解，还有很耐心的回答了我们无数的问题，我给一个5星好评。这个中文讲解参观活动现在还是只要10刀，原本是要25刀的，大家可以在网上预约，有机会一定要去 Pili Terry 去看一下，我觉得收获非常大，而且还品尝了各种新奇的葡萄做成的冰酒，真是开了眼了。也希望大家呢能有机会品尝各种葡萄做成的不同风味的冰酒，或者来 Pili Terry 看一下暗黑炫酷的酒窖。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请点赞、关注、评论，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